我想到要念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我想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说阿弥陀佛。有人说林老师念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一句话，可能呢就不能够有功德了。我笑笑说呢，那是你讲的，阿弥陀佛他都听得见。欢迎收听菩提麻瓜，我是小编阿若，我是林世敏林老师。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你都念阿弥陀佛还是阿弥陀佛？对，好，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的名号，它的念法其实并不是照字面上念这么简单。但是像我这种佛学麻瓜这种一般人呢，当然就是只会照字面上念，但其实它的念法好像大有学问的样子齁。那据林老师说，就南无阿弥陀佛这个念法好像在以前有小争议是吗？是，我从小了哈，从12岁呢，到高雄佛教堂，我就有开始念佛了。我那时候念的是阿弥陀佛，而且我念的台湾话，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么呢，到了后来到我60岁哦，竟然到了30-40年以后，突然间呢，在佛教界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主流派，他们起来这样认为说，念阿弥陀佛不对，应该念阿。他们从那个梵文呢去考据，是所以应该念阿呢，比较正统，而且甚至于后面还补了一堆比较有效率啊，几乎呢要讲说念阿弥陀佛就上不了西方了，要念阿弥陀佛才会呢，阿弥陀佛才听得到，才能够蒙佛的接引，蒙佛引照。当然啦。这个事情呢，造成了我很大的困扰。那么因为说这些话的人都是佛门的善知识，他们都很具有权威性的，所以呢，弄得我呢不得不信。所以呢，我那时候在念佛的时候，我就常常提醒自己，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子。那么我到现在来呢，我突然间发现呢，我已经忘记了我到底是念阿弥陀佛的是阿弥陀佛了。为什么呢？我是随心所欲，我想到要念阿弥陀佛，我就念阿弥陀佛；我想要念阿弥陀佛的时候说阿弥陀佛。有人说林老师，那你这样念那个阿弥陀佛的那一句话，可能呢就不能够有功德了。我笑笑说呢，那是你讲的，阿弥陀佛，我叫他说阿弥陀佛是阿弥陀佛，他都听得见，那都知道我在念他的名，我在称他的号。我这边呢，再来举一个小例子。我小时候呢，口才没有现在的好，其实也不太好了，口齿也没有现在这么样的清晰。我叫我外祖父，我外祖父很疼我。我们现在屏东住的那个地呢，就是我外祖父给我的。那我叫阿公呢，就是呢臭奶呆，知道吗？臭奶呆，这个台湾话臭奶呆就是说话含混不清了，漏风。对，漏风讲不清，所以我叫我阿公叫成阿东了。所以我叫阿公都阿东，到了3岁4岁还叫阿东呢。可是大家要记住哦，你们大家注意一下。我外祖父呢，我叫他阿东，他照样笑眯眯，他很疼我，因为他是他第一个孙子，虽然是外孙，他认为他这个外孙跟他很贴心那么呢，我叫他阿东，他爱我。后来我5岁以后改成阿公，他一样爱我。所以呢，我知道我阿公只是一个凡夫一个孙子叫他阿东跟阿公都没有差别。阿弥陀佛何许人呢？对不对？宇宙间的大救主了，可以这样讲了，对不对？他凝念众生那超越了父母不晓得多少倍了，对不对？所以呢，你称他呢阿弥陀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他都无所谓。
刚刚讲到说我在念佛，我现在呢稍微示范念2声呢，你看有没有什么差别？南无阿弥陀佛，这是啊，南无阿弥陀佛。那我先念成呢，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跟一样好听。我念的人我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我对阿弥陀佛的崇仰、敬仰、依赖的心，我一样半斤8两，1两都不差。所以我知道念阿跟念一样的。但是我在这边呢，这个强调一句，我对于那样认真的去考据的人，我还是给予尊重，我还是给予呢肯定。他呢为佛教呢正因，他为阿弥陀佛正那个因，所以我认为他们的功德不会因为我现在讲说念阿跟都一样，我并不是和稀泥，我只是说呢，我们尊重专业，可是随顺众生，他喜欢念阿或是喜欢念悉听他们的方便。了解。老师，那个南无阿弥陀佛的南无要念摩，那是翻译的音，你念南无，释迦佛也听得懂，阿弥陀佛也听得懂，观音菩萨也听得懂。我现在你讲的这个，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故事。是以前有个老太婆，她很认真的，她很喜欢念那个6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在台湾话叫阿摩尼巴尼吽啦，阿妈咪巴，阿摩尼巴咪吽啦，妈咪巴咪吽。正确念法是这样，阿妈咪巴咪吽。好难念哦。好，为什么我会在这边呢念得像哩哩啦啦呢？就是呢好像有点荒腔走板，因为我小时候都念台湾话的，台湾话怎么念？阿摩尼巴尼吽。我在这边为了说明的方便，还是念闽南话的阿摩尼巴尼吽。所以呢，以前有一个老太婆啊，她很喜欢念那个6字大明咒，就是阿摩尼巴尼吽。我念闽南话比较顺，那么呢，她念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她呢多念，把这个6字大明咒，她是念阿摩尼巴尼古啦，那个轰啦，一个口一个牛，有没有？他不会念，他念成古，阿摩尼巴尼古。那么他每天要念108次，他每念完一句，他就这边摆了一大堆的那个红豆，他就每念完一句，他就拿1颗过去。这边呢，这样念108颗都弄完了，他就算他今天的定课。他念10年20年下来，念到什么样的功夫呢？他不用再用手去捏，再拿那个豆子过来了，他只念完阿摩尼巴尼古，他就自己跳那个豆子会跳1颗。这是我师父告诉我，讲故事嘛，大家呢，对不对？了解包含一点啦。那么呢，他如果念2句阿摩尼巴尼古，阿摩尼巴尼古，他就自动跳2个。他自己呢也很得意，他自己也很安心。为什么？有感应了吗？直到有一天呢，有一个在佛门之中非常有修行的一位大德，他就很好心的跑来跟他讲说：阿婆啊，阿婆，你念错了，你这个字不能念古啊，不是牛啊，这是呢轰啊。这个阿婆听了哟，大失所望，而且呢非常的惊慌，非常的失落啊！那我以前不就白念了吗？所以他赶紧呢把它扭转过来，就变念成了阿摩尼巴尼吽，阿摩尼巴尼吽，阿摩尼巴尼。结果他发现他的豆子再也不会跳了。这什么意思？他念阿摩尼巴尼古的时候是念错，对不对？对，那个豆子自己会跳。为什么？他全神贯注，信心满满。可是他念着阿摩尼巴尼吽念对的时候，
他是那种呢非常沮丧，完全没有希望，好像佛菩萨会呢找他算账，好像呢这完全以前过去的都白念了，那种失望透顶了。结果因为造成这样的话，心神不能够专注，虔诚的那种力道也不够。这个意思是讲，念古跟念吽一样，知道吗？我讲这个故事是讲说呢，念阿跟念阿没有什么大差别。当然，他们考据出来，认为念阿弥陀佛比较合乎那个梵音，那大家呢就念阿弥陀佛，这个我都不反对，对不对？那么就像那个老太婆，她以前呢念阿摩尼巴尼古有效果吗？有，可是她的正确读音是阿摩尼巴尼吽，所以你应该以后改正过来，对不对？那么为什么她不跳了？不跳，暂时不跳没有关系啊，因为你还没有念熟嘛，对不对？因为你还有一点懊恼嘛，你以为你过去念的是白费功夫嘛？如果你认为说你过去念的没有浪费，你照样，你只是改一个音弄过来，我相信那些豆子一样会跳的，你放心好了。好，所以其实还是信心的那个阅历比较重要，是吗？是。我现在再来补充一个小例子了，是刚刚讲到我阿公呢，像阿公阿东一样呢，那么呢，我突然想到了，我爸爸妈妈都是澎湖人，他们澎湖人叫妈妈叫做姨呀，阿姨那个姨呀，姨呀，是哦。那我太太玉茹呢，叫她妈妈叫做阿布，那我叫呢，我妈妈呢就叫妈妈，可是呢，在我小时候我是叫她卡酱。看成日本话，我后来才改成妈妈。那么有的人叫自己的妈妈叫做布啊，阿布，我不是做了一首歌吗？阿布啊，搞我大便当。对对对。你有没有想到，孩子们无论他是叫姨呀，澎湖人叫的，好，我妈妈叫我阿嬷就叫姨呀了无论你是叫姨呀，或是叫阿布，还是阿布还是妈妈，还是卡讲，妈妈都听得懂。妈妈对于小孩子的爱都不会打折扣。所以我们晓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 OK 这一点呢，我是说，如果你念阿弥陀佛都已经习惯了，你就继续照着念。为什么呢？因为你到你命终时的时候，你可能都念阿弥陀佛的。所以我跟义主这样讲，偷偷告诉大家。最后我希望他给我念佛是念阿弥陀佛因为那是我从小在我的心中所留下的录音档。对，就是我的存档，就是阿弥陀佛，就是而且用台湾话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我相信这一念下来的话，我就满心欢喜，我就充满了憧憬。为什么？因为我快到西方极乐世界了，我一定非常的高兴。所以念阿弥陀佛 OK 啦那么底下我突然想到了，我孩子呢，我女儿啦，她在美国呢，住在旧金山。那么旧金山你知道吗？旧金山呢，有时候人家称它叫三藩市。那么它是因为英文 San Francisco 那么叫三藩市，所以你在那边的华侨，大家在那边，你讲说你要去哪里？我要去 San Francisco， 人家知道。你说我要去旧金山，人家知道。你说呢？我要去三藩市，人家也晓得。所以一个地方呢，它可能有很多的名字。阿弥陀佛呢，你如果称它别的名字，有点可能忘了，称它叫无量寿佛。那也是阿弥陀佛。你说无量寿佛就是指阿弥陀佛，你说无量光佛也是阿弥陀佛。所以你想阿弥陀佛也可以叫无量寿佛，也可以叫无量光佛，对不对？对，这样讲起来的话，你念阿弥陀佛，它自然就可以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做阿弥陀佛。你知道吗？那个小孩子叫他妈妈有时候讲妈，他根本不会叫妈妈两个字妈妈不好叫。刚开始的时候是妈这样，可妈妈会不会讲说
你这个太呆了，真的给他一个巴掌，不会的。他叫他妈妈就高兴死了。当众生讲起来阿弥，不管你是指阿弥还是阿弥哦，阿弥陀佛都好高兴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懂得念佛啦，这个人喜欢念佛啦。这是一个补充啦。对，那共修的时候 ，OK， 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好了。因为你念阿弥陀佛，他念那个阿弥陀佛，这样的话有时候会在大众在念佛的会破坏那个协调，是和谐了。所以我认为说，我们到哪一个道场去，某一个，比如说你到佛光山，你到法鼓山，你到慈济，你跟大家一起共修的时候，你就应该要顺从人家那个道场的规矩。他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你就念阿。这个地方，比如台湾还有很多的道场，他念阿的，你就跟着人家去念阿。那你去跟人家助念那个往生者，他快死的，他都念阿弥陀佛，你偏偏要他啊不起来，不是活给你气死。开玩笑说的。所以一定要随顺众生心，这太重要了，不要自己呢抢出头，这就不好了。我记得我还听过很多念佛的声音哦，有些很怪的，是声调怪吗？就是对他那个曲调故意与众不同，这个我是觉得有点要不得了。你念什么调都无所谓，可是你要迁就大众，对不对？尤其在火葬场，那又不是办喜事，那是大家都存着哀伤，结果你一个人呢，突然间某一个音高亢起来，对不对？那某一个调子呢，突然间呢，跟人家完全不一样。我认为说呢，不好。那就讲求和谐，因为大家呢，集合每一个人念佛的功德，要想帮助那些亡者能够搭上西方的法船，能够直奔10万亿佛土之外的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目标都一样，所以大家呢，应该呢，念的调子都相同。不过也是不要标新立异。不过也是啊，就是阿弥陀佛这个名号毕竟是外来语，就是它传到中国，传到中华文化这边，中文的用语者就会有中文用的念法，然后传到韩国就是韩国念法，然后传到你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了。我记得我妈以前日本时代，我小她念的是南无阿弥那不住。是哦，它是日本话，这个是日文。日文。那到了后来的时候，他念南无阿弥陀佛。是，可是他如果到了，譬如说我们以前讲那个月基法师，外省师父他们的道场的时候，他就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就说呢，我们呢，应该要随顺不同的道场，不同的场合，对不对？我们自己改变我们自己的那种念法。我们千万不要去强迫别人要来顺从我们，我就认为这样比较不好。宾主客了要分清楚。我们有时候是去助念的，所以我们应该要呢站在主人的立场不要让他们呢造成很大的困惑。我想呢念佛了关于我们今天的视频，就是念22，首先要先弄清楚的说呢，真心来念佛最重要。也就是说呢，不论你念阿弥陀佛或是阿弥陀佛，一定要注意多发自于你的诚心，你的真心，然后呢从你的嘴巴念出来，然后呢这些声音呢又从你的耳朵听进去，又最后回到你的心中，周而复始的，深深的从心发，然后从嘴巴出来，从耳朵进去，深深的入耳，最后你又回到你的真心，你的诚心里面去。所以呢，我们知道念佛，我们希望它呢佛号呢不间断。那你没有念的时候，这些佛号还是存在你自己的心中，在那边回荡了在那边呢这样子呢周转了
那随时需要念的时候就南无阿弥陀佛，随时需要念的时候就南无阿弥陀佛。你知道这个阿弥陀佛好好用哦，这边呢打岔一下，中乐透的时候，哎呦南无阿弥陀佛咯，那么摔一跤，哎呦阿弥陀佛咯，看到人家呢这个遭殃了，哎呦阿弥陀佛咯，紧走紧走，看人家呢这个真的就是呢好运连连，哎呦阿弥陀佛咯，一看呀好看那好运了。所以这个阿弥陀佛呢，无论是好的或是坏的，吉凶福祸都可以用得到了。这时候你只要真心出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都一样受用，那个听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你的诚意。同理，同样的道理，阿弥陀佛他只要听到你是真心的来念佛，来称呼他的名号，他呢一定会受感动，他一定会有所感应的。所以我认为说，念佛的人安心的念吧，无论你念的是阿弥陀佛，还是你念的是阿弥陀佛，佛都听得懂，佛都听得懂，佛都喜欢听。你的功德没有白费，你一分念佛的功德一分都跑不掉，你念10句10分的功德1分也少不了。注意哦，最重要的是你的诚心，你真诚的心意，而不在于或是那样的因。对。但是如果有人家考证说他原本的念法是怎样的话，我们尊重他们，对，我们还是尊重对这个专业的人，他们的花时间，他们的用心，我们给他肯定，我们还是给他鼓掌的。OK， 就这样。好，那我们这集的阿弥陀佛的念法就录到这里。希望大家念佛的人继续努力念，照你的方式念。没错。好，那感谢林老师，谢谢。那我们就下集再见。阿弥陀佛。好，拜拜。拜拜。心欢喜，念知阿弥陀佛；心忧伤，念知阿弥陀佛。念佛声流畅，梵音心展希奇。念佛声